你们知道在越南有金钱消失术吗？我钱包里面的现金在1个星期以内连续4次，非常诡异的、莫名其妙的消失，而且消失的都是钱包里面额最大的那一张。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现在正在越南的胡志明市旅行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也是我在胡志明市的最后一个视频了。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来盘点一下越南的7个坑。首先说一下我丢钱包的这个事情。你们也知道，我第一次丢钱包的时候是在芽庄，那一天莫名其妙丢了50万。然后随后呢，我来到了胡志明市之后，接二连三的也发生过几起现金不见的事件。在我第2次消失了50万现金之后，我就提高了警惕，然后我就把我的50万现金的大票子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。但是呢，第3次的时候，钱包里不见了一张20万的。为什么他偷我的钱的时候没有把全部的现金拿走，而是只拿走了1张？第4次丢钱的时候就丢了一张10万的，就是永远都是钱包里面面值最大的那一张，就1张。而且非常诡异的是，我那个时候前1分钟还在把钱算得很清楚，算完之后放进我的钱包，等到我下1分钟我在付钱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我的钱少了1张。我脑子里面不断的回想，不断的想这个钱到底去了哪儿呢？就是一直没有得出一个结论，完全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有的。当你要付钱的时候，才发现，钱怎么少了？所以来越南旅行，我建议大家，如果带钱包的话，一定要看紧自己的钱包。我前几天呢是把钱包就挂在我的背包的那个绑带上面，就是觉得是零钱嘛，所以无所谓，就挂在绑带上面。很有可能是在我背包的时候，他们看到我钱包放在外面，就被人盯上了，然后用了一些魔术，把我的钱包里面的1张抽走了。那在越南旅行还有下面9种情景，他会把你的钱包里面的钱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不见。其中有一个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，就是的士司机，大家一定要小心，因为我们刚来越南的时候，对于越南的钱后面有好几个零是数不清楚的。我们在付钱的时候，服务员或者是的士司机有的时候会去帮你去抽走几张钱，但是不排除有些人他会变魔术，会把你其中的大金额的钱抽走几张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上一次差点遇到的，就是我在付给摩的钱的时候，我明明付的是10万，而他嘴巴里面说出来却是1万。他们的10万和1万长得是很像的，还有一个是他们的2万跟50万长得也是很像的。所以大家在付钱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，尽量呢是做到大钱跟小钱分开来。我们零钱呢就随时放几张在口袋里面就好了，然后我们的整钱呢、大钱呢就放在包里或者放在比较深的地方。现在我的大面值的钱基本都是藏在2、3个地方。另外一点就是大家旅行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记账，记账之后你就知道自己确实是花掉了钱，还是不小心被人偷了。第2点，我想说一下海关小费的问题。就是很多人看过我第1个来越南的视频，我当时是被海关所要小费了，但是我是从东兴口岸陆路过境到越南这边的。需要说的一点啊，是如果你是持有他们的令旨签证，就是你已经得到那一张纸了，他是不会向你要小费的。如果你是电子签，像我一样电子签进来的，那么他就会跟后面的一个旅行社的人员使一个眼色，那个旅行社的人员就会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，他帮你填表，帮你打印那一张纸。旅行社的要价是200元人民币，这个看起来是旅行社在收钱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串通好的，因为我现在说话要严谨一点。但是我对那个旅行社的服务人员说了一句话，就说用英文说的，说越南政府说不需要再另外付钱，然后他就也是非常干脆的指了一指那个办公室，说不付钱的在里面。其实就是说，如果对于中国人来讲，如果你愿意去填表，如果你有2张照片，他们是不会强制你一定要200的小费。只不过呢，很多咱们国人啊，面对他们那个表，真是一脸懵逼。那个表确实是填的内容特别多，而且一不小心呢就会填错，填错呢就要重新再来。很多人啊，可能就是为了更方便、更快捷一点，所以呢就是找旅行社。久而久之呢，他们就形成这样的一个产业链。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持电子签进来的，你可以在网上去找一下那张表，到了之后呢，你只要把那张表抄进去就好了。另外那天我在陆地口岸过关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人拿着落地批文来的，当时他那个
负责签证的人员啊，就百般刁难，就使劲不让他过，说你要有一些什么什么证明啊，才能让你过去。总之呢，在陆地口岸过关啊，会比机场口岸更加的麻烦，而且索要小费的现象会严重很多。那我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呢，是在胡志明机场，就方便快捷很多了。就因为我当时是有照片的，我拿着照片，然后拿着这个电子签打印出来的，我把这些东西给到海关的工作人员之后呢，10分钟过后，他就把那个打印的签证纸给我了。所以是非常的丝滑，而且整个过程他没有表示说他要小费。我想可能是因为在机场监管比较严格，在机场那个监控摄像头也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大家如果你是持电子签从机场口岸入境的，你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小费这个问题。如果他们向你索要小费的话，你可以坚决不给，最多呢就是刁难你一会儿，耽误你一会儿时间。其实在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存在这种索要小费的情况，不仅仅是越南，我之前在老挝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其实对付他们这种索要小费的人员啊，你只要坚定自己不给，或者是最后使出一个杀手锏，就是大声说 money。其实他们这种索要小费的行为也是被他们国家不允许的，所以他们也是偷偷摸摸进行的。总之弄出点动静来，他可能就害怕了。还有这个小费啊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有的时候可能也就10块20块，多的话可能会达到100、200。很多人觉得这个钱是小钱，没事给他们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不是你一个人给钱这么简单，而是你身后还有许许多多的千万的中国人，以后在过这个海关的时候，很有可能也会被要小费。为什么东南亚国家的海关就欺负咱们中国人，就向我们要小费，而不会向欧美国家要小费呢？这个是一个非常，怎么讲呢，很悲伤的事情。我曾经在老挝的那个落地口岸的时候，就遇到一个中国人，他当时拿着300现金，300人民币现金，说老娘有钱，让老娘插队，就是这么张狂。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啊，真是丢尽了咱们中国人的脸。第三个，咱们说一下打车骗局。在东南亚有好多打车软件，像 Grab 的话，几乎每一个东南亚国家都有用到，像缅甸、泰国还有越南都在用这个 Grab， 是非常方便的，也是没有存在这个乱宰客或者是乱收费。但是如果你万一没有用打车软件去打车，你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。前面有说了一点，就是司机会从你的现金当中变魔术的把你钱给抽走。那还有更多呢，是我之前遇到的，比如说打车会绕路，比如说那个表有问题，可能3公里或者是1公里的路，他给你跳了100多块钱，是非常疯狂的跳表。这些损失点金钱还算是好的。我朋友曾经遇到过一次，他刚来越南的时候就打了一辆车，他问司机哪里按摩比较好，司机呢就把他带到了一个按摩店。结果进去之后啊，服务人员先是把他们全身涂了一遍油，因为按摩的时候是要涂油的嘛。涂完油之后就说按摩结束，如果你们想要继续的话要另外付钱，而那个钱呢就是天价，很有可能他会要你几千人民币、几万人民币也说不准。当时我的朋友是把身上的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他，因为这些人呢看起来都是凶神恶煞，很有可能的一不小心小命不保。所以我现在在东南亚地区很少呢就街边自己去拦车打车的，基本上我都用 Grab。但是用 Grab 你们也要小心一点，就是假司机，确认好订单，确认好是这个司机，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过来一些不是你叫车的司机把你接走。这种现象呢可能在机场在车站会比较多一点。不过我在越南这么久啊，打 Grab 还是非常安全的，只有一次，就那一次出现了就是司机有一点坑的现象。后面我也向这个 Grab 软件投诉了这个司机，希望他们能够很好的处理一下这个事情。第四个，我们讲一下在越南路边的一些骗局，特别是在胡志明市会比较多一点。一个是路边擦鞋的，有一些人呢，他是提着一些擦鞋的工具走在路边，然后看着你的鞋就会拽着你的脚，不由分说的帮你擦鞋。等他这道动作行云流水的完成之后呢，他会向你要一个天价。这些人非常搞笑的是，他不仅仅擦皮鞋、拖鞋、运动鞋，他们都擦。有一次我在路上走的时候啊，因为我穿的是洞洞鞋，
他连洞洞鞋都擦。所以如果你们遇到一些主动上来帮你擦鞋的，一定要强力的阻止这个事情的发生。另外一个是椰子骗局，你们觉得一个椰子15块钱贵不贵？那我告诉你，在胡志明市正常的一个椰子的价格是6块钱。在英语15跟50的发音是非常相近的，一个是 15， 一个是 50， 他们就会说的非常的模棱两可。他们说的50就是50千越南盾，也就是5万越南盾，折合人民币是15块钱。15钱呢就是4块5人民币。我上次在槟城市场啊，就眼睁睁的看到几个外国人被坑，而这些椰子汤啊，经常是挑着扁担在外面卖的。但如果你是在一些店里面买到的椰子，基本上是正常的。但是我的一个越南朋友就告诉我啊，你买椰子的时候千万不能买在路边挑着扁担在卖的。50一个椰子，这椰子不是20吗 ？Expensive, just 20, okay. Inside 30, outside 20. 他这里啊，有一些就是挑着扁担卖椰子的人啊，他们会把50跟15混着说，他会说50，那你听起来呢好像是15，11万5，但实际上他说的是50。除了要小心那种街上的就挑着担子卖的椰子摊之外，其实在这种水果店的椰子店都还挺好的。像我住的附近的一个椰子，基本上也是卖到2万左右。还有一点比较坑的就是要特别小心，街上帮你擦鞋的人，他们可能帮你擦一个鞋就要你天价。这些人在景点附近特别多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遇得到。我这有点故意去往坑里跳，坑在哪？坑在哪？我看不见坑，赶紧给我出现一个坑，我要往里面跳，那种感觉。第6个坑就是老生常谈的飞车党，相信大家已经在不少的地方都有看到过越南飞车党的情况。他们这里是摩托车大国，摩托车的持有量是非常高的，而且人口又非常多，经常呢在你身边呼啸而过就是各种摩托车，就是经常用摩托车去抢行人手机啊、钱包啊各种东西。我的手机呢是这样的，这边是有一个挂绳，我通常呢是这样子拿着手机在街上。他们的技术可能是非常高的，很有可能就被人撞一下，你的钱财就这样子消失不见了。我甚至在胡志明市旅行的时候啊，有很多当地人提醒我一定要看好你的手机，说明现在飞车党的现象也还是存在的。第7个坑，我想说一下胡志明市的槟城市场。槟城市场几乎是每一个游客到了胡志明市都会去的一个地方，它是传统的一个老市场，有100多年的历史，而且是法殖民时期时候建的，整个建筑风格呢也是法殖民时期的。但是那里现在已经是一个游客市场，基本上只有游客会去光顾那个地方，所以呢里面的各种东西啊，它的价格就会比较偏高，甚至于高到2倍、3倍、4倍的一个价格。正好呢前几天我去了一下槟城市场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。我现在就在西贡最坑的一个市场，不对，是最古老的一个市场——槟城市场。它同样是建于法殖民时期，可以看到外观是非常的法式。但是呢，这里也是一个游客市场。我在胡志明的这几天啊，我就不断的被人提醒，就是如果你去槟城市场的话，一定要记得讲价；如果你去槟城市场的话，一定记得不要买东西。我今天呢就没有带多少现金过来，所以呢肯定不会在这里面消费。但是如果你们要消费的话，记得这个价格呢，大概是在1/3处或者1/4处的坎。这里面到底是有多坑呢？我们进去看一看吧。做旅行博主啊，就是这样，明知是个坑还要往里跳。其实如果我自己是不拍视频的话，可能这个市场我根本就不会过来，因为明显的是游客打卡地。然后我们可以，如果自己感兴趣的东西，咱们也可以试着讲价。看一下能不能从1/3或者1/4处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整个市场的建筑还是比较的古老的。其实不仅仅是在胡志明市或者是在越南，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地方，但凡这种游客市场都是坑。这各种墨镜啊，做的还挺真的啊。我看它报价多少？黄牛。
他给我是25万，25万相当于75人民币。你们猜怎么着？我刚才开10万，他说成交了，我赶紧说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这也是个仿制的名牌，包牛。300，他居然可以开一下90块钱，狠一点的啊！哎呦，中文说的真好。你们中文哪里学的？OK， 价格写在外面，它的价格是35万，这比咱们前几天去的那个市场，你们还记得那个价格吗？但是那个老板给我的是22万，这个菠萝蜜他卖的是25万，那边卖的是18万。刚才我要走的时候，刚才坐在旁边那个本地人跟我说，如果你要买的话，我帮你杀价，就说明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往下杀。这是越南咖啡。这个越南咖啡我用马氏咖啡啦。啊，多少钱？中国人啊。你哪里学的中文？我中国人来啊。中国人啊。啊，我还讲可以啦。是华人吗？华人啦。华人哦。你要买什么东西？啊，那个怎么卖的咖啡？这个158万，哦，这个我卖你赔你15万啦，我一样价。是28万，我卖你赔你25万了，25万人民币。这个鸡舌啦，70，然后是35块钱1斤，对吧？对，20万。20万啊！买包，谢谢你了。早上我没有开心啦，不枉我买。早上没有开业。这个很多人没有高啦，我没有飞你啦，谢谢你买包18万。天哪！我先看看。要不要？我先看看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真的是无语，28万，我一点自己都没涨价，就一下子一路跌到15万。这个12万，30万，30万，这个12万。这个抹条。这里好多吃的，朋友们，早知道刚才我就不吃饭了，来这边吃了。甘蔗汁。甘蔗的。面 ，yes。哦，2万啊。这个甘蔗汁呢，在外面正常的价格就是卖1万。正常来讲啊，在越南市场里面的东西应该是更便宜的，但是这个市场呢是比外面要贵很多。yes one。这看起来还不错，朋友们。上面还有一坨榴莲肉，这一杯4万，也就是折合人民币12块钱。补充一下色素，最近缺色素。补充一下人工色素。整杯最值钱的就是这一坨榴莲肉了吧？对了，你们还记得我在岘港买过像这样的榴莲甜品吗？大概就是2万5左右，这里4万。别的不说，这边的老板是真的热情。如果要吃东西的话，倒还是可以的，但是这边吃的东西是没有砍价的空间的。这里的小摊贩个个身怀绝技，会多国语言。啊，好的。你会中文，会韩语。안녕하세요。안녕하세요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มาบูไฮฟิลิปปินส์菲律宾。什么意思？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这听起来好像是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就会说了，越南那么坑，越南对中国人那么不友好，还去越南干什么？探索世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不要因为这些客观因素去阻止我们的脚步。我们要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，我们要做好一些预防工作，去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。其实，在大部分情况下面，越南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淳朴的，也不存在太多敲游客的现象。我个人觉得95%的情况下面，它都是非常好的。路边的小摊看到外国人也不会漫天的要价，只要你做好以上几点，打车的时候尽量用打车软件，看好你自己的钱包跟手机。手机呢，尽量用绑绳绑在手上。在做按摩或者是指甲这些服务项目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确认好小费。我比较喜欢跟当地人接触，有人间烟火气的地方。恰恰是这些人没有跟游客接触的这一部分人，他们往往是比较淳朴的，也比较善良。好了，今天的越南防坑防骗攻略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其实很多东西啊，不仅仅是在越南，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。好了。
我现在正在环球旅行第11国越南，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啦！